耗时30天，打造一个沙漠生态缸的普拉斯版本，观察和记录生物在沙漠里的生存过程。在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沙漠里，生命又是如何繁衍生息的？沙漠生态的开始是一个隔壁王大爷不要的鱼缸，还有一些水族馆、零元购的素材和一堆仙人掌。第一天用陶犁打底，加上腐殖土，我们来建设沙漠生态的基础。使用风化千层石装饰地面和河谷，接着开始种植仙人掌。就是种仙人掌的时候，扎得满手都是刺。植物种植完毕，在表面撒上一层细沙子，一个沙漠生态缸的硬件就打造完成了。2天后，昆桑给缸里加入10只暗黑甲虫，这是北美西部特有的一种甲虫，也叫沙漠臭屁虫，比大部分昆虫大。因为巨大的身体可以储存更多的水，在夏天白天会躲藏起来，躲避炎热的天气，到了晚上才会出来活动。在冬天则是相反，白天活动，晚上睡觉。到了晚上，它们集体摆出了奇怪的姿势，就连白天夜趴下的那2只也加入了这个派对，脑袋着地，身体倾斜，屁股朝上。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认为这是在倾听鬼魂的声音，其实这是一种防御姿态。他们是有一种超能力，那就是放的屁超臭，他的小屁屁会喷射一种毒液，臭气冲天。同样的，当晚上的冷空气接触甲壳后，冷凝水会顺着甲壳流下来，这样小甲虫们就有水喝了。4天后，沙漠里出现了另外一种生物，一只以后在沙漠下面开始打造自己的蚂蚁帝国，它产下了第一批卵，这些卵将会慢慢长大，为以后服务。昆桑给沙漠生态引入了新的物种白腹皮杜，它们处于生态链的底层，吃的东西比较杂，在很多储存物品中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子。35天后，小白的数量变得更多了，这些小虫子是白腹皮杜的幼虫，它们的寿命只有2个月。昆桑把一只死鱼放到沙子上，小白们从沙子里钻出来，它们可以清理动物尸体的腐幼，是制作标本不可或缺的好帮手。几个小时后，这条鱼就只剩下了一副白骨。很快，小白们的数量就失控了。根据生态链法则，那就得引入上一级食物链沙漠壁虎了，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。不过，小壁虎没见过这种奇葩，看傻眼了，它的尾巴开始摆动。看来沙漠里也到处都是危险。几分钟后，他的兄弟开始挖土，在这个头骨的下面挖掘，可以用头骨作为天然的保护。42天后，地下已经出现了一个洞穴，这是壁虎们的家。随着它们的生长，一些壁虎开始蜕皮。鱼缸另外一边的地下，以后的第一批工人孵化了出来，他们需要寻找食物。慢慢的，他们爬出了蚁巢，这有只受伤的小白。蚂蚁们闻到了食物的味道，几个人团队合作，把小甲虫带回了巢穴。天空突然变色，温度也开始降低，看来一场沙尘暴要来临了。沙尘暴给沙漠上覆盖了一层红色沙子。昆桑在河谷里发现了一些东西，这是几个鱼卵。45天后，一个新的捕食者小黑出现了，大家感觉到了危险，都躲避了起来。只有这只小壁虎初生虎毒，不怕死。壁虎和小黑玩起了1、2、3木头人，谁先动谁就输了。60天后，仙人掌的叶子开始变黄了，说明天气的干旱到达了一个阈值。只有一种生物没有受到影响，那就是蚂蚁。它们提前把种子储存在蚁巢里。随着气候变化，电闪雷鸣，天上下起了暴雨，水位开始上升，干枯的河谷里也填满了水。天晴了，雨停了，动物们跑到河边来喝水，同时水下也有惊人的变化。休眠期的鱼卵遇到水后开始孵化，刚出生的小鱼还不到1厘米那么大，水里同样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。70天后，雨水的充沛让生物们有了大量的食物，壁虎也产下了蛋。蝈蝈也在寻找自己的伴侣，它在半夜会独自鸣叫，鸣叫是蝈蝈的本能，叫1声是在警告同类，叫2声是在吸引异性。如果蝈蝈一直叫，那说明天太热，它快中暑了，那能饮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昆桑抓紧给小黑安排了一个女朋友铁锤，不过铁锤太饿了，
还给小黑来了个分头行动。小黑虽然只有5秒钟的时间，他还是成功了。铁锤开始在地面上寻找位置，把卵缠在地下的泥土中。小黑不想浪费，他把自己的身子无偿捐赠给了蚂蚁们。蚂蚁帝国在不断的扩展，数量也变得不可控了。这时候需要一个新的捕食者。昆桑给沙子上加入了5只蚁狮。5只，行。他们在沙子上挖坑，制作陷阱，等待蚂蚁的到来。一旦蚂蚁不小心滑进沙坑，蚁狮就开始扬起沙子，把蚂蚁抓住。与此同时，河流里充满了生命。仙女虾长大了，它们变成了江鱼的食物。随着铁锤的生命结束，沙漠生态里的甲虫数量又失控了。那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捕食者。蜘蛛的远方亲戚第一蛛一进入沙漠，第一蛛就开始寻找食物了。100天后，沙漠生态模拟结束。毫无疑问，如此精良的制作，植物博士又更新了。植物博士的更新频率变高了，在商单的催促下，植物博士也不得不把更新频率从4个月一更变成了2个月一更。那么这个更号称100天模拟非洲，也就是位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，应该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打造了。和上一期模拟沙漠如出一辙，把鱼缸分成2个区域，干区和湿区。上次用仙人掌的刺扎到手上，这次还是用了老的拍摄方式，只不过扎的更多了。这是不是说明在牛的呀也有创意枯竭的时候？这次出现的比较特殊的是蝈蝈。至于沙漠中有没有蝈蝈，这不好说。有一种宗师叫牛形怠慢宗，是经常出没在荒漠中的。天哥比较好奇的是，有几处洞穴是怎么拍摄的？一个是蚂蚁的，这蚂蚁的倒是很好解释，国内就有类似的蚁巢，可以提前把蚁巢埋进土里，通过圆管把入口掩饰在沙子中。那个壁虎的洞穴也是提前埋好的，而不是壁虎挖出来的，可以通过打雷流水的画面看出来。洞穴呢是有照明的。上次在市区放入的是3眼恐龙虾和仙女虾，这次放入的是仙女虾和江鱼的卵。通过 LED 灯改变色温，来展示沙尘暴和暴风雨等不同的天气气候，整体制作比较完整。作为视频的最后，博主把生物全部转移，把鱼缸砸碎，代表了什么意思呢？天哥属实是没看明白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本期生态缸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